你有没有看着碗里的白米饭，内心纠结过？一边是香喷喷的米饭，一边是想着腰间的赘肉和飙升的血糖。现代人的餐桌上正悄悄上演着一场主食革命。曾几何时，我们的祖先茹毛饮血，偶尔啃点野果和快瓷，那时候别说糖了，连饱腹都是奢望。后来学会了种地，稻米小麦成为主角，再后来，精白米饭和精白面成了身份和品味的象征。谁家要是能天天白米白面，那可是富足的象征。然而时过境迁，当年的富贵饭如今却被贴上了不健康的标签，让人又爱又恨。什么是低糖主食？简单来说，就是那些相比白米白面含糖量或碳水化合物较低、升血糖速度较慢的主食替代品。这里的糖不仅仅指甜味的糖，而是指会在体内转化为血糖的那些碳水。白米饭、白面包这类精致主食消化快，血糖升得猛，而低糖主食往往富含膳食纤维，消化慢，能避免餐后血糖过山车，还常常热量更低，营养更丰富。这意味着吃同样一碗东西，低糖主食能让你血糖平稳，不容易发胖，还更有饱腹感。现代人为什么越来越关注低糖饮食？原因很现实，肥胖、糖尿病这些健康问题正找上门来。看看身边，三高、高血糖、高血脂、高血压的人不再是老年人才独有，年轻人啤酒肚、脂肪肝的也屡见不鲜。世界卫生组织都多次警告过，吃糖太多对身体危害大。随着外卖和含糖饮料流行，我们无形中摄入了过量的糖分，加速发胖不说，还可能埋下糖尿病、高血压的雷。而糖不仅指饮料里的糖块、米饭、面条，这些主食过量了，也会变成过多的血糖。于是，控糖成了流行词。超市里打着低 GI 标签的食品越来越多，连饮料都刮起了无糖风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很多人一听到主食就自动警觉，哎呀，主食碳水高，减肥时千万碰不得。有的人甚至走上了生酮饮食或者断碳水的极端路线，视馒头米饭如洪水猛兽。可是人毕竟是要吃饭的啊，难道为了健康，我们注定与米饭馒头绝缘，只能天天啃菜叶，靠意志力续命？当然不，低糖主食的出现就是为了拯救那些又想吃饱又想控糖的灵魂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用一些升糖慢、热量低、营养高的食物来取代我们餐桌上传统的白米饭、白面条等主食。这样一来，既能享受吃主食的满足感，又不用担心一口下肚血糖爆表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以轻松的心态揭晓最新10大低糖主食排行榜。这些碳水界的新星如何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，让我们的身体少受点糖的折腾？下面一一揭晓。先卖个关子，榜单中的头号选手可是号称无糖又顶饱的存在，甚至被很多人用来直接替代米饭。猜到了吗？第一名，紫薯。没错，这位无糖又顶饱的低糖主食冠军就是紫薯。紫色的地瓜，外表低调朴实，内在却大有乾坤。别看紫薯吃起来香甜绵软，其实它的天然糖分量极低，而且属于低升糖指数的食物。简单解释一下，紫薯淀粉消化得慢，转化成葡萄糖也慢，吃了之后血糖就像小绵羊一样温顺，不会突然窜上去又掉下来。紫薯的 GI 值大约只有50出头，相比之下，白米饭的 GI 动辄就70、80，属于妥妥的低 GI 食物。也就是说，用紫薯替代米饭当主食吃，能避免餐后血糖过快飙升，特别适合需要控糖的人，比如糖尿病友或减肥中的朋友。紫薯凭什么能坐上低糖主食排行榜的头把交椅？首先，它热量低，每100克蒸熟的紫薯热量大概只有同等重量白米饭的1/3左右，也就是说，吃3块紫薯的热量才勉强抵上一碗米饭，而紫薯的纤维含量却是白米的好几倍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紫薯吃下去很抗饿，给人的饱腹感特别强，可以撑更久不饿，还能促进肠道蠕动，帮助排便，缓解便秘。很多人减肥饿得头昏眼花，其实换成紫薯当主食，既顶饱又不怕胖，一举两得。另外，紫薯还是个低调的营养冠军，它富含花青素，这可是强力的抗氧化物质，
能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，预防衰老和一些慢性疾病。紫薯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也很丰富，钾含量高，有助于控制血压，还含有维生素 C、维生素 B 族和胡萝卜素等。别忘了，它还是薯类食物中的甜担当，却不含蔗糖。甜味主要来自于天然淀粉蒸烤后产生的香甜口感，因此无糖又顶饱，说的就是它了。说了这么多优点，那紫薯有没有什么坑呢？也不是没有。首先，紫薯虽然糖分低，但碳水终归是碳水，一次也不能吃过量，否则摄入的总热量也会积少成多。其次，紫薯最好蒸熟或水煮来吃，这样最健康。烤紫薯虽然香甜软糯，却会因为高温烘烤使表面糖分更加集中，而且烤的焦黑的部分可能产生对身体不利的物质，所以想控糖又想过嘴瘾，老老实实蒸着吃最靠谱。最后一点小提醒，紫薯吃多了，有些人肠胃会胀气，所以也要适量，不要一口气吃5个紫薯，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。总的来说，紫薯作为主食替代，可以说是集美味与健康于一身，难怪许多人管它叫减肥圣薯或者控糖神器。当你下次馋米饭又不敢多吃时，试试用1-2个紫薯来替代吧，饱腹感满满，还多了一抹诱人色，连餐桌都变得活泼起来。第2名，藜麦，它有个霸气的称号，粮食之母。别误会，不是它生出粮食，而是因为藜麦营养实在太全面，几乎可以当成主食中的全能选手。藜麦原产南美安第斯山区，曾是印加文明的宝贵粮食，如今成了全球公认的超级食物。它富含优质蛋白质，含量是大米的好几倍，而且氨基酸组成全面，连其他谷物普遍缺乏的赖氨酸都有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藜麦不仅提供碳水，还提供接近肉类的营养，很适合想控制碳水又怕蛋白质不够的人。藜麦还是膳食纤维高手，消化慢， GI 值很低。吃藜麦后，血糖上升缓缓，胰岛素也不慌张，对糖尿病人和减肥人群都很友好。有人做过实验，用藜麦替代米饭当主食后，饭后血糖波动明显减小。更妙的是，藜麦吃起来口感 Q 弹，有一股独特的坚果清香，不像有些粗粮那样粗糙难咽。你可以把它煮饭、煮粥或者拌沙拉、炒饭，用法很多元。哪怕是对藜麦不熟悉的长辈，也许一开始好奇这小小圆圆的东西是啥，尝过之后发现还挺香，也就接受了。不过要享受藜麦美味，有个小贴士，烹煮前先用清水泡半小时，反复冲洗几遍，因为藜麦表面有皂苷，那玩意儿洗掉会有一股苦味，处理干净后再煮，保证让你爱上这种来自高原的营养小炸弹。第3名，燕麦。常言道，五谷杂粮，燕麦称王。燕麦可不是我们养的小燕子哦，而是一种谷物。它为什么称王？因为燕麦的膳食纤维实在丰富，让其他谷物都自愧不如。这意味着燕麦消化慢，饱腹感特别强，还能延缓餐后血糖上升，让血糖曲线稳稳当当。另外，燕麦里的可溶性纤维贝塔葡聚糖非常有名，能帮助降低胆固醇，对心血管健康有益。这一招可是别的主食不太具备的。除了纤维，燕麦的蛋白质含量在谷物里也是数1数2的，每100克纯燕麦差不多有15克蛋白，几乎赶上瘦肉的1/4了。而且燕麦的营养素种类多，钙、铁、锌、维生素 B、维生素 E 等等一应俱全，可以说是粮食界的营养全家桶。燕麦怎么吃？最简单的就是煮或者冲泡成麦片粥，早晨来1碗燕麦粥，暖胃又抗饿，上午再也不会饿得前胸贴后背。嫌清粥寡淡，你可以加点牛奶、坚果或者水果进去，营养更丰富，味道也更好。现在很多健身达人还喜欢用燕麦做代餐饼干、燕麦能量棒之类的零食，既满足嘴巴，又不怕发胖。不过要提醒一点，市面上有些即食燕麦为了好吃会加糖和香精，那就失去燕麦低糖健康的意义了。买的时候认准纯燕麦片。第4名，土豆。土是低糖主食，也许有人惊讶地喊出声，毕竟土豆那么淀粉质，多吃不是长胖吗？其实土豆本身并不高热量，反而营养丰富。我国甚至在2015年启动了马铃薯主粮化战略，把土豆提升为继稻米、
小麦、玉米之后的第4大主粮。土豆的魅力在哪？首先，维生素 C 含量高，每100克土豆维 C 大概有30毫克，比常见的苹果、葡萄还高呢。一个中等大小土豆就能提供你一天所需维 C 的将近1/3，难怪很多老一辈习惯冬天储存土豆，当做青菜水果匮乏时的维 C 来源。其次，土豆的钾含量惊人，是米饭的10几倍，高钾低钠，对控制血压和心脏健康很有益。那土豆怎么吃才低糖呢？诀窍就在于蒸熟后放凉再吃。刚蒸熟的土豆绵软香甜，但是直接热乎乎吃，升糖指数偏高。而如果把土豆放凉再吃，或者做成土豆沙拉，那抗性淀粉含量会增加，反而降低血糖反应，这是不是很神奇？所以想用土豆当主食又控糖的朋友，不妨把土豆蒸熟晾凉，拌点酸奶或者黑胡椒做成土豆，也别有一番风味。当然，千万别拿薯条、薯片当土豆来算，那玩意儿早就被高温油炸和盐糖腌制的不健康了。总的来说，土豆作为主食，非常接地气又营养均衡，它既能当菜又能当饭，怪不得有句谚语说，土豆烧熟了，不用饭煮了，意思是一盘土豆足以顶下一锅饭。在秋冬季节，来个清蒸土豆或者土豆炖牛肉，既暖胃又健康，再也不用担心馒头米饭升血糖了。第5名，芸豆。芸豆是豆类家族的一员，有红的、白的、花的各种品种，也叫菜豆或四季豆。别看它貌不惊人，其实是主食中的隐藏高手。首先，芸豆的升糖指数很低，因为它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，淀粉消化的慢，吃了之后血糖升得温温和和。对糖尿病人来说，芸豆简直就是平稳2字的代名词。其次，芸豆营养丰富，尤其以钙质著称，每100克干芸豆里含钙300多毫克，几乎是黄豆的2倍。常吃芸豆有助于补钙强骨。这还不算完，芸豆中还有一种有趣的物质，叫 alpha 淀粉酶抑制剂。听名字有点拗口，作用却很给力。它可以部分阻断我们肠道对淀粉的分解吸收，相当于给吃进去的碳水上了一把安全锁，减少热量摄入，对控制体重也有帮助。作为主食替代，芸豆怎么吃呢？直接干嚼肯定不行，我们一般是把芸豆煮熟煮烂，再加工成各种美味。比如国外流行的烘焙豆、炖豆子，其实就是把芸豆当主食吃。在中国民间，也有人把芸豆煮软后碾成泥，加点牛奶和少许糖或肉桂调味，做成芸豆泥当辅食或点心，香甜绵密却十分顶饱。想象一下，下午肚子饿时来一小碗芸豆泥，比吃饼干蛋糕强多了，既能充饥又不会让血糖飙升。唯一要注意的是，豆子吃多了有个副作用，容易胀气，所以不习惯的人别一次吃太多，循序渐进，让肠胃适应。吃完如果有噗噗的冲动，也别害羞，证明咱们的肠道菌群正在跟豆子亲密交流呢。第6名，山药。山药不仅是药膳里的明星，也是低糖主食界的一把好手。别以为只有五谷杂粮才能当主食，这根长得普普通通、表皮粗糙的白色根茎，其实很能顶饱。山药的热量非常低，同样重量下，山药的热量只有白米饭的1/5不到，这几乎可以称得上天然减肥粮食了。而更难得的是，山药的升糖指数也低，大约51左右，稳稳属于低 GI 食物行列。山药还有个隐藏技能，它含有山药、多糖等活性物质，被研究发现有增强免疫和降血糖的作用。简单说，常吃山药不仅填饱肚子，还可能提高身体的防御力，连胰岛素敏感性都得到改善，对于糖尿病人是锦上添花。当然啦，吃山药也要讲究方式，清蒸或者煮汤是最佳选择，这样最大程度保留营养。如果拿去油炸成拔丝山药，或者和大量油盐一起炒，那可就暴殄天物了，还容易让升糖指数上升。生活中，山药常被加入各种煲汤和粥品，比如山药排骨汤、山药小米粥，软软糯糯，非常滋补。在减肥食谱里，也有人直接蒸山药当主食，一根山药啃下去，比吃馒头更抗饿。总之，这位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白山药，其实是个低糖又养生的宝藏食物，让我们在控糖之路上多了一个温和却有力的助手。
第7名，芋头。提起芋头，也许你首先想到的是甜甜的芋泥奶茶或者香芋酥。不过抛开那些加了糖和奶的甜品不谈，原汁原味的芋头其实是一个优秀的低糖主食。芋头的血糖指数大约只有54，属于低 GI 行列，它的热量也很低，每100克只有区60千卡左右，远低于同量的米饭和面食。这意味着用芋头替代部分米饭能减少热量摄入，又避免血糖飙升，是不是很棒？芋头还富含膳食纤维，而且主要是可溶纤维。这种纤维在肠道里会变成凝胶状，延缓葡萄糖的吸收速度，让人更有饱足感，还能帮助排出多余的胆固醇和脂肪，对心血管健康和体重控制都有益处。芋头的钾元素含量也不低，对于控制血压有一定好处。可以说，芋头虽然长得圆滚滚，实际上内在很苗条，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低卡路里选手。在饮食应用上，芋头可以有很多变身。最简单的是清蒸芋头，绵软香甜，直接当主食吃就很好。或者把芋头削皮切块和大米一起煮成芋头粥，这样粗细搭配，口感更佳，又不失控糖效果。如果喜欢咸口，可以试试芋头烧肉或者芋头炖鸡。芋头吸收汤之后软糯入味，比土豆有另一风味。而无论哪种吃法，记得芋头切开后会有粘液，碰到皮肤有的人手会痒，戴手套处理更安心哦。总之，善用芋头，我们就能在满足味蕾的同时，把住血糖和热量的关卡。第8名，糙米。如果说前面介绍的好多都是粗粮杂豆，那么咱们回归谷物本身，糙米其实就是稻米脱壳后但保留了糠麸的一种全谷米，相当于穿着外衣的米。别小看那层棕色外衣，里头藏着丰富的营养，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B 族、矿物质等都比白米饭高出许多。正因为有了这层外衣，糙米的消化速度比白米慢，因此血糖上升也较缓和，还更容易让人产生饱腹感。同样一碗饭，糙米饭往往比白米饭更耐饿，也不容易吃过量。糙米的好，很多健身和控糖人士早有体会，不过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口感稍逊，相对硬一些，粗一些。对习惯了白米饭的人来说，刚开始可能不太习惯，但也有妙招，可以用糙米和白米按一定比例混合，逐步提高糙米的比例，让味蕾慢慢适应。另外，也可以把糙米提前浸泡几小时再煮，口感会软糯不少。除了糙米，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全谷物选择，比如全麦面、燕麦米、荞麦、大麦等等，这些都是比精白米面更好的主食选择。现在不少人早餐喜欢全麦面包或杂粮馒头，也是这个道理。不过要注意，吃粗粮也要适量，不能因为是粗粮就猛塞肚子。还有肠胃不太好的朋友，粗粮一下子吃太多可能会消化不良，要循序渐进的增加。总之，糙米和其他全谷杂粮为我们提供了主食的新思路，不用每顿都盯着白花花的米饭，还有丰富多彩的健康选择。第9名，玉米。别以为玉米很甜就糖分高，其实玉米是个被名字耽误的控糖高手。嫩玉米的 GI 值只有55左右，还带有大量的水分和纤维，一根棒子啃下去，既满足了嚼劲，又不会让血糖飙高。玉米富含维生素 B1、烟酸等，对保护神经系统有益，还有不少镁元素，有助于强化骨骼。玉米中的纤维则可以帮助延缓葡萄糖吸收，促进肠道蠕动，对预防便秘也有效。作为主食替代，玉米的吃法很简单，水煮玉米是最经典的，一根热腾腾的玉米，当早餐或加餐都顶饿又健康。如果觉得白煮太寡淡，可以涂一点点黄油并撒少许盐，风味瞬间提升。此外，把玉米粒剥下来和米饭一起蒸，做成玉米饭，或者煮粥时丢一把碎玉米粒，都能增加天然的清甜口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玉米还是预防眼睛老化的小帮手，因为黄色的玉米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质，对眼睛有益。这虽然跟控糖关系不大，但算是额外的福利吧。总之，玉米作为中国人熟悉的粗粮之一，廉价又美味，还能帮忙控糖，实在不该被忽视。在主食多样化的路上，别忘了时不时给自己来根玉米解解馋，顺便为健康加分。第10名，南瓜。别看南瓜甜滋滋的，其实它的糖分含量并不算高，而且胜在热量低，
纤维足，在控糖主食中占有一席之地。南瓜常被推荐给糖尿病患者作为主食替代之一，因为它含有丰富的果胶，能够延缓肠道对糖分的吸收，让血糖上升放慢脚步。据说南瓜中还含有一些微量元素，可以促进胰腺中胰岛细胞的功能，对血糖代谢有益。这一点还在研究中，但民间早有南瓜能降糖的说法。南瓜作为主食，常见吃法是南瓜粥，或者用南瓜来蒸饭做馒头。南瓜熬粥时，自身的甜味融入汤水，不用放糖也很可口，而且南瓜绵软易饱腹，一碗南瓜粥喝下去，感觉比白米粥更有满足感。除了粥，南瓜还可以做成南瓜泥，加点牛奶，就是一道健康绵密的甜品，比奶油蛋糕之类友好得多。甚至切块蒸熟直接吃，都是红薯一样香甜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南瓜如果做成了甜品派，南瓜饼那种加了大量糖和面粉油脂的，就不再低糖了，那属于让好娃娃给带坏了。南瓜的好处还不止控糖这一条，它颜色金黄，富含贝塔、胡萝卜素，在人体内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， 对视力和免疫都有帮助。另外，它的钾和维生素 C 含量也不逊色，算是一种营养密度挺高的蔬菜主食。所以偶尔给自己来点南瓜餐吧，换换口味，又收获健康。一碗金灿灿的南瓜杂粮粥，喝下去满满暖意，还为你的餐桌增添一道秋天的风景。结语：找回健康的主食之路。以上这10大低糖主食，可以说每一个都是我们的血糖小卫士和肠胃好伙伴。它们或许曾经不起眼，甚至一度被我们嫌弃为穷人饭、粗糙饭。想想看，过去那些年，人们努力提升生活水平，梦想天天白米白面、大鱼大肉，好不容易过上了精细饮食的日子，却发现富贵病也跟着来了。于是我们又掉头寻找曾经吃腻了的红薯、杂粮，发现它们才是养护身体的宝贝。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循环和反转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，以前看不上眼的粗粮，摇身一变成了餐桌新宠。当然，我们提倡低糖主食，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杜绝碳水，更不是让大家跟米饭馒头永别。正如老话说的，五谷为养，主食仍然是重要的营养来源。长期一点主食不碰反而有害，可能导致情绪低落、精力不济，甚至影响内分泌和代谢健康。所以最明智的做法是粗细搭配，均衡饮食。比如白米饭可以配一些上面提到的粗粮一起煮，或者一周有几天用紫薯、燕麦等替换部分主食，其他时间照样可以吃点面条、馒头，这样既不会觉得委屈嘴巴，又达到了控糖控热量的目的。现代人追求健康，其实并不是要我们过苦行僧般的生活，而是学会聪明的选择食物。低糖主食们的出现，就是让我们在美味和健康之间找到平衡的钥匙。吃对了主食，我们不仅能控制体重、预防慢病，还能每天精力更充沛，不再经历血糖坐过山车的疲惫。更妙的是，你会发现饮食丰富多彩了，紫色的薯、金黄的南瓜、五颜六色的杂粮饭，餐盘变得缤纷，心情也跟着明亮起来。人类与糖的爱恨情仇还在继续，从茹毛饮血时代对甜味的渴求，到农业文明对白米白面的偏爱，再到工业时代被精制糖包围，我们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。如今，我们并非要完全拒绝甜美，而是开始重新审视手中的食物。幸运的是，大自然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这些健康又美味的馈赠，只等我们去发现并善加利用。希望这份排行榜能给你的餐桌带来一些灵感。原来主食还能这样选择，让我们一边享受美食，一边收获健康，在饮食进化的新时代，吃出智慧，吃出快乐。好了，今天的低糖主食之旅就到这里。记住，美味和健康从来不是死对头，只要方法用对，我们都可以做自己餐桌的主人。下次在面对满桌选择时，不必再焦虑彷徨，放心地拥抱这些低糖主食吧，你的身体会感谢你的。